我穿越了，还传承了家里最不被看好的数字过北川。父亲不喜，还处处叫嫡生兄长压抑的，这日子也太惨了吧！这是哪儿？弟弟，你终于醒了，实在不该让父亲担心。顾北川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整日游手好闲，就知道喝酒打牌。你看看你哥哥行文，再看看你，哎。我穿越了，还传承了家里最不被看好的数字过北川。父亲不喜，还处处叫嫡生兄长压抑的，这日子也太惨了吧！我在淮南有间酒铺，左右啊，你也终日无所事事，不如去淮南多照看着些。你意下如何呀？酒铺和我这特级酿酒师专业对口呀，现代工艺酿酒在古代肯定能大赚一笔。那何时动身啊？随你心意。随我心意啊？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少爷，我们走的是不是有些太急了？才没有，家里人处处排挤少爷，少爷早该走了。说的不错，走了才好，就是叫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本来就是下人，追随主子是应该的。走吧。走吧。驾。少爷，淮南郡到了。听说城南还有一家张记酒铺，素来与我们顾氏作对。他家掌柜为人阴险，少爷可得小心些。前面就到我们家顾氏酒铺了。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酒不出事了？去看看。你们顾氏派人去偷我的酒坊，现在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顾氏酒坊的掌事，我都不认识这个人，怎么叫他偷东西？是你在栽赃！王掌事，我是听你的命令去偷酒坊，为顾氏尽心尽力，你不能装不认识啊！顾氏本就示威，如今又偷上了酒坊，名声坏了，我看谁还会来你们顾氏吃酒？张老板慎言，顾氏未曾偷酒。去忙吧。你是何人？我是这顾氏酒坊的东家顾北川。既然你是东家，那你给我个交代，偷我酒坊一事如何处理？这毛贼看起来倒是和这张记掌柜颇为熟络呀，此事必然有诈，不能让人白白毁了我顾氏的名声。你这无凭无据的，谁知道这个贼人是不是被你收买了，又来诬陷我们顾氏酒坊？更何况我们顾氏有更好的方子，又为何不顾脸面去偷你家的？更好的方子？你这东家莫要口出狂言。正好诸位今日在此，也请大家做个见证，1月之内，我顾氏若酿不出好酒，我便把这酒坊拱手让与张老板。这年轻人就是气盛，这也太猖狂了。顾氏本来就弱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少爷，铺子若给了张家，您如何在淮南立足啊？狂妄小儿，莫要赖账！张老板着什么急啊？不过我若是酿出了好酒，也请张老板腾个地儿，把你张记酒坊给予我，算是赌注，如何？你怎么，张老板不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我这特级酿酒师比不死你。张老板，等等我！慢走啊！散了，太热闹看了，散了吧。少爷刚才夸下如此的海口，莫不是真有能赢了张记的法子？法子吗？有是有，就是麻烦点。这样，你跟秀儿先回宅子，我去就来。老板，我要订购一批琉璃瓶子，不过这瓶子可不一般，你看看能做吗？再不一般，它也是个瓶子呀。这属实是过于奇怪了，但也不是不能做，只是得加钱。价格不是问题，不过我还需要再订购一批琉璃管，需要双层结构，内部流油，外部流水，然后水油不相碰，高度嘛大概有半人高，然后短口跟平口能相接。这至少2两银子。2两一个，那先做10个，
做好第一个之后啊，送到顾氏酒坊。如果验收合格之后，再做剩下的。哦，这是20两，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老天爷呀，我这是遇到大客户了。我说的2两是一批的价格呀！嘿嘿嘿嘿嘿呀，这是什么物件啊？据说是东家造出来用来酿酒的。酿酒，这东西是好看，可如何酿酒啊？少爷马上就要到了，尔等聒噪至此，成何体统？哦，哎，都来了。今日啊，要给你们讲的是酿酒的新方法，叫做蒸馏之法。蒸馏法，蒸馏，此物呢，便是这蒸馏之法所需要的器具。这靠谱吗？过1个月之后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就怕你们不放心，所以啊，我提前用蒸馏之法做好了实验，供你们品尝。闻到了吗？真有酒香啊！这味道好酒，好酒啊！张记最好的吹小酒都没他醇厚啊！少爷妙法，顾氏有救了！好了，都别愣着了，来尝尝吧。哎，哦，怎么样？这酒比之前的酒好喝吧？何止啊！少爷的酿酒技法足以颠覆淮南的酒水市场啊！既然诸位知晓此法的分量，那副伯去把保密文书拿上来。保密文书，诸位，此酿酒手法的价值有多大，各位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可以教给你们，但是你们绝不可泄密。签了保密文书，如果泄密了，就得跟我去官府走一趟。怎么选择，诸位请自便。好，我们签。只要有足够先进的技术，才有可能垄断市场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好，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都交给你们。你们呀，看着钻研，但我只有一点，平时操作时必须秘密进行。诸位可明白？明白。哎，李师傅，瞧着今天你们都挺高兴，难不成东家真有新秘方？去，招好你的客人去，瞎打听什么？张掌柜，不是叫你在顾氏当卧底吗？有新消息？顾氏东家8成真酿出了新酒。什么？是真的，他们酿酒都在一个屋子里头，不是老师傅压根进不去呀。你且继续打探，若是能搞到新酒配方，我赏你20两。我一定把配方给您弄来。蒸馏的法子本质是提纯，什么酒去过一遍都要好上不少。想赢过张记，只需要把之前主打的3种酒蒸馏，就能得到上好的美酒。不错，此酒本就是最烈的酒提纯，非身体雄壮者，只怕是喝不了多少就会醉倒。此酒就名为英雄醉，英雄醉，只醉英。好文采，东家真是好文采啊！至于后面这2款嘛，这款就叫才子酿，这款呢就叫红袖招。才子酿酿才子文思，红袖招招佳人红袖。你们啊辛苦了，今儿起凡在酒坊参与酿酒的师傅，工钱啊上3成。不过有一点啊，这酿酒的法子可是要万万不可泄露。对，东家，咱铺子里的小二周涛这2天在到处打听，好多师傅都跟我说了，还有人看见他往张记跑，怕是他心术不正啊。那就辞了他，将计就计。这都什么神仙装置啊，从来没见过，怪不得这群人跟防贼似的。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，赶快去交给张掌柜。呸！这个人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就是张记派来的卧底。幸好少爷料事如神，希望他这趟出去能给我的赌注加些嘛。我要的可不只是张记酒铺，还有传出去的名声。少爷放心，少爷安排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李师傅了，不会叫他起疑的。
事情办得不错，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酿出了什么好东西。这只是度数最低的红袖招，是，连红袖招都如此醇厚，还真让他们寻到好东西了。您方子在手，定能更好。马上就是淮南诗会了，张掌柜不如借着诗会，既能拿下故事，又能一举扬名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！我明天就去故事跟那个毛头小儿说，要比就在淮南诗会比，我要赢得堂堂正正。张老板是说想在10天之后的淮南诗会上比。怎么，东家没有信心？那我可太有了，以为拿了个被换掉的酒坊就能将我一军，正等着你。既然张老板执意如此，那顾某自当奉陪。我这里刚好准备了一份契约，我们签字画押，谁也不许抵赖。好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。还能怎样？这人啊，看管酒坊不力，居然不小心给烧了，还被罚了钱呢。居然说烧了，肯定是因为不敢说被人拿走，秘密泄露，这才撒谎。老李可是帮了我大忙，这一下谁也不知道秘方已经泄露了。少爷好谋略，这出戏演的周涛一点都没怀疑，自己暴露了。淮南的事啊，已经定下了，还有10日，该加紧宣传咱们的酒了。少爷想怎么做？打广告，英雄醉，醉英雄豪杰，才子酿，酿才子文思，红袖招，招佳人红袖。故事酒铺邀您于淮南诗会共饮美酒。这个呀是广告词，咱们酒已经酿得差不多了。这样，从今日起，你每天挑10个伙计，拿着这些广告词从城南吆喝到城北，工钱嘛，1天100文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我在琉璃铺里还订了一些酒瓶，近日也快好了。我们这各种花销会不会大了些？无妨，毕竟我打算1两1瓶红袖招，2两1瓶英雄醉。市面上最贵的酒也才100文1瓶，贵了10倍，看得漂亮啊！顾氏酒铺邀您与淮南诗会共饮美酒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我们的新酒，味道堪比玉液琼浆。这么好，现在还有吗？这酒我们要送到淮南诗会，供那些文人才子来点评。你俩要是想尝尝，就去淮南诗会吧。少爷，如今啊，大半个淮南都知道了。好，很好，淮南诗会要赚就赚个大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叫唤什么？故事又有动作？岂止是有动作，那可是有大动作。故事那个新来的少东家订了一批琉璃瓶子，说3种新酒不散卖，统统按瓶卖。按瓶？大费周章，他卖得出去，回得了本吗？他又叫人拿着那什么广告词，街头巷尾的叫喊呢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故事有新酒了。什么？风头怎么竟被他故事抢走了？他故事有的，我也要有，还要更好。傅伯，你是说我们跟怀才酒楼还有合作？酒铺最常见的2种售卖对象，一种是散客，另一种就是酒楼。一家酒楼的供货量能抵不少散客，可就故事之前的酒水也有人要。是啊，少爷，这3年啊，每月采购不断，虽偶有价格波动，但从未间断。可如今我们酿的这3种酒，至少也得1两银子起步。若是原价卖出，只怕亏损甚大。我敢卖这么高，凭的就是整个淮南都没有一款酒比得上故事。物以稀为贵，若是怀才酒楼能喝到低价出售的故事酒，那我就绝无可能占据整个淮南的酒水市场。这契书要重新改一改，要么是改价格，要么终止合作。备车，是去怀才酒楼，我要跟他们东家谈一谈。好。传闻怀才跟腾龙是2兄弟开的酒楼，怀才酒楼还更大一点，生意怎么会差这么多？2位客官想吃些什么？
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，是来谈酒水契书的。你们东家可在？这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东家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二位怕是要空跑一趟了。你们东家不在此处？就在楼上，但是也罢，我替二位问上一问。东家说他在专心准备淮南诗会，用心读书，契书一事改日再谈。二位请便。依我看，这东家就是看我们有新酒，想坐地起价。非也非也，我看这东家应该就是个书呆子，压根儿就没在意过酒水契书一事。少爷何出此言？怀才酒楼地处城中心，依旧顾客稀少，规模更小的腾龙酒楼生意却好这么多，足以表明怀才酒楼东家经营不善。我现在总算明白，为什么怀才酒楼与我们签了3年。少爷通透，可若真的如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位东家以读书人自居，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不想与我们交谈啊。若真如此，倒是好办。少爷我呀，最擅长跟读书人打交道了。3日后就是淮南诗会，你不去酿酒，来此作甚？掌柜，酒曲原料配比不太对，这酒方真有人试过吗？直接大规模生产恐有纰漏，不如先做出几缸来尝尝。你是说我带来的酒方是假的？莫不是只有你看得懂的才是好酒？还什么做出几缸尝尝？谁不知道淮南诗会在即，张继故事有赌约，若因为你误了时辰输掉赌约，你可担当得起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倚老卖老。老朽受不了这种侮辱。这酒方你看得懂，你来做，明日我便辞工。掌柜不必挽留，这样的人根本不懂酿酒技法之神奇。我亲耳听故事的老师傅说，这是种新的酿酒技法，常人难以理解，实属正常。他总不会骗我。顾东家，好久不见呐！听说你最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。哪里？没张掌柜多。世人都说狂歌饮酒诗百篇，不饮酒哪里能有好诗啊？酒呢？早就听闻张继故事酿有美酒，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啊？两位东家的赌约和新酒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还不快把酒拿出来，让我等一饱口福啊！等着吧，顾东家，你输定了。哼！来人，给诸位才子上酒。这次我们张继不仅酿出了春晓，更有远胜于春晓的名酒，诸位放心痛饮就是。张继分文不取。张老板大气，此等胸襟定能成大事。詹志兄，你为4大才子之首，来年春闱我们4人便要分道扬镳，想必是聚少离多。兄长之才最好，素质又爱酒，何不作诗一首，以助军中豪情？二弟所言甚是，且看我饮酒作诗。兄长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才思枯竭，需要酝酿？这淮南诗会，风雅之地，梁兄怎可做出如此粗鄙之举？喝酒，3弟喝了就知道了。去你大爷！居然拿这种馊水来糊弄人！什么馊水？这不可能！田公子说的没错，这分明就是馊水。我说你为何分文不取，竟是如此！淮南诗会向来是我淮南世子间的盛会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是不把我们淮南文坛放在眼里吗？张继啊，你们也有今天！福伯，给诸位才子盛上故事的美酒。此酒名为才子酿，酿才子文思。才子酿，酿才子文思，这句话倒是不俗。短短数句，竟然有如此韵味，只为此诗，也值得痛饮一杯。好酒啊！四弟说，
这是好酒。我不常饮酒，但我也知道这的的确确就是好酒。兄长们自己尝尝就是。我从未饮过如此好酒，故事妙哉！不惜千金买宝刀，貂裘换酒一寒袍，一腔热血擒真重，洒去犹能化碧涛。好，是。淮南庞涓之大才也。都是此酒，若非此酒，焉能做出此等诗篇呢？依我看，是这酒的名字才价值千金吧。这酒酒香浓烈，不愧为英雄醉啊！我先饮为敬。哪位是顾氏东家，竟酿出如此好酒？正是在下。东家如此年轻，敢问东家平上诗词是何人所写啊？还是在下。东家小小年纪，既经美酒，又通诗词，着实难得。值此盛会，不如作诗一首。宣之兄怎要他作诗？一个酿酒的商贾罢了，难道真能做出诗来？宣之兄酒后胡言，莫要当真。况且兄长敢说，顾氏东家不见得真敢接呀。之后还要跟怀才酒楼谈生意，镇不住他们这位读书人东家可不成？这个我还真就接定了。好，宣之兄有此雅兴，我顾北川自当奉陪。不过作诗一首罢了，这有何难？陆兄莫气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宣之兄之下第二人，这顾东家出身乡野，可不懂规矩。哼，且看他能做出什么好东西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顾兄，我刚才还在想什么时候去府上讨教诗才呢。便是你不上门，我也是要过去的。怀才兄可还记得契书一事？若怀才兄此时有空，不如去我府上一叙。这里没外人，顾兄，我与你说实话吧。其实这酒水契书一事，你不找我也无关紧要。过几日，我打算变卖酒楼，换些盘缠进京赶考，届时契书就自动作废了。容我多问一句，怀才兄打算将酒楼卖给谁？若是还没中意买家，怀才兄关我如何？这不可。顾兄可知腾龙酒楼，那是我哥哥开的，他一直想收购怀才酒楼，只是他出价极低，若是卖给他，我怕是连盘缠都凑不起。他素来凶横，恐惧找买家麻烦啊。这个怀才兄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你哥哥，出价也绝不会叫你亏了去。好吧，凭诗会的《将进酒》，我信顾兄乃是非凡之人。少爷，契书的事情是谈妥了啊？那我刚买下了酒楼，契书的事儿不用谈喽。什么？这得多少银子啊？我们的酒每日得卖多少才能回本啊？不仅不能多卖，还得限量卖，这叫物以稀为贵，也可以叫它饥饿营销。我要建立一个涉猎各行各业的商业集团，可少不了专属于自己的商标。飞鸿酒楼就是第一步。少爷，这些天顾氏酒铺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呢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日日爆满。少爷好手段。顾氏如今定价不低，可还算不上高端。新的飞鸿酒楼就只做精品，只做高端。是。不知道顾东家什么时候把怀才酒楼还给我？赵东家，这怀才酒楼是我从怀才兄手里真金白银买回来的，而且怀才酒楼已更名为飞鸿酒楼。赵东家莫要叫错，这里是地契和前几日才由郡守大人审批的文书。难道赵东家是想找郡守大人对峙？你等着！你以为换了人就能经营好酒楼吗？天真！东家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飞鸿刚开业，客人正新鲜，被分去了不少呢。限量的酒卖得再好，能有多少钱？刚买下酒楼，正是元气大伤的时候，就是好，
我也要耗死他。东家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菜肴一律降价，再喊多余的伙计去街上抢飞鸿的客人，我要他死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爷！怎么了？是飞鸿酒楼，近来不知怎的，生意差了很多。后来经深入调查，发现腾龙酒楼菜肴降价，强行跟我们抢生意吗？少爷怎么知道？可有解救之法？酒楼收入少了多少？近来收入少了4成，已经接近半数。不如我们也跟着降价。不妥，腾龙酒楼在淮南经营多年，钱财充足，真要降价，只会落得个关门倒闭的下场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向老爷求助？倒也不必，如今得从外部破局。张记酒铺收拾的如何了？何时可以酿酒？他们拖沓已半月，稍作修容，再挂个牌匾，就可以酿酒了。动作快些，再派一些人去琉璃店定制一批玻璃酒瓶和杯子。这样能行吗？罢了罢了，不想了，都听少爷的。东家，飞鸿酒楼没跟着降价，应该还能再撑些时日。他也离死不远了，等他们客人走光，一样只剩下被我收购一条路。这英雄隧倒是不俗，顾北川空有酿酒的法子，经商却远不如我。真想知道飞鸿关门后顾北川的表情啊！好啊，此酒命名为2月春，真是不枉我把陈师傅请过来。以往在张记是埋没了。东家谬赞，这还多亏东家酿酒技术好，又有老李在旁指导。老陈呐，这春晓本就是张记名酒，还是你技法娴熟，否则总是要差一些的。这经由春晓提纯后，口感更在英雄醉之上。如此佳酿，这些日子的宣传也值当。等明日这酒上新之后飞鸿酒楼怕是要门庭若市，看得腾龙酒楼还怎么掣肘我们。好啊，来，诸位请，让我们为了2月春，为了飞鸿，干杯！举杯！干杯！兄台，你也是来买酒的？是啊，听说除了3种老酒，还上了新酒。他家的每日限量实在是有些少了。红袖招500瓶，才子酿300瓶，英雄醉才100瓶，不知这新酒如何卖？不过好酒难酿，少也正常。如今他家接手了张记铺子，酿酒地方多了一处，酒水定也翻番。说的是啊。哎，人来了，开门卖酒了。老板，什么意思？酒呢？各位不好意思，今天的酒已经卖完了。什么？卖完了？明明多收了一家铺子，怎么拿出来的酒反而变少了？你们酿酒师傅干什么吃的？怎么比昨日还少？这新酒2月春我连瓶子都没见着，你说没了？诸位，我是飞鸿的东家顾北川，有什么事找我说便是。这位就是做出了将进酒的顾东家，同为读书人，我也不难为你。只是想问，这酒怎么越卖越少啊？是啊，飞鸿都接手了张记的铺子，不应该酿更多的酒水才是。顾东家，我等了2月春这么久，给我们个说法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这位兄台说的极是。收了张记铺子之后，我们确实酿了不少，但多出来这些酒不论是2月春还是其他酒水，统统放在城中心的飞鸿酒楼售卖。这是本就定好的事情，只是顾某疏忽，忘记跟大家说了，实在是抱歉啊。城中心的飞鸿酒楼，可是腾龙酒楼对面那家？对，没错。兄台再见，我先走一步。走，去完又没。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飞鸿倒闭了。东家，飞鸿他突然多了很多客人，都要排到我们家门口了。什么？飞鸿也跟着降价了？我已经打听过了。他家菜肴还是原价，但是顾北川把顾氏的3种酒拿去飞鸿售卖了，还不单卖，而且还是限量啊！限量？是啊，而且他还推出了一款新酒，叫2月春，据说口感比英雄醉还好，但数量极其稀少，只有每天前50名去吃饭的客人才有机会品尝。还能这样？东家，我们还是把价钱调回来吧，多降价1天就多1天的损失啊！对，快调！少爷，打听消息的伙计回来了。腾龙果然把价钱调回来了。他们不调回来，不但制裁不了我们，只会亏得更多。少爷，价格调了回来，等
等恢复元气后，会不会还继续对我们下手啊？恢复元气，调回来之后，他只会死得更快而已。叫他跟少爷作对，明明相安无事就好，他们偏要来找茬。相安无事是不可能的，咱们飞鸿想要扩张，少不得要其他人铺路。张继、腾龙不过是刚开始罢了。少爷雄心壮志，老朽必定追随。这纸上是这个呀，是精研蔗糖跟鸡精的做法，有了它们加以时日，飞鸿一定能遍布淮南的各个角落。你去收购一些甘蔗过来，越多越好，银钱在账上自行支取就是。少爷放心，我立刻去办。除了甘蔗，再收购一些鸡禽和粗盐，我自有用处。另外，酒楼人手也得再招一些，飞鸿越做越大，人手难免不足。明白。东家，再过半月就真的撑不住了，你想想办法呀！办法？飞鸿都快把所有酒楼都逼死了，你要我想办法？来落井下石。落井下石，我们都要被飞鸿的石头砸死了。赵东家，我们也是老相识了，我就明人不说暗话，直接开门见山了。自从飞鸿和四大名酒出现之后，我们几家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。之前1个月还能卖100多两银子，现在没有之前的1半多。若是让飞鸿酒楼这样继续下去啊，我们几家怕是要一起关门了。必须想个办法挫挫他们的锐气。飞鸿有4大名酒傍身，我们如何争得过？赵东家可知御厨孙怀民？他本就出身淮南，落叶归根，不日就要回来了。我们今天找赵东家就一件事，必须赶在飞鸿之前拿下御厨孙怀民，顺便将飞鸿赶出淮。少爷，10多天过去了，蔗糖、精盐和鸡精都做出了样品，尤其是鸡精啊，放到这个菜里啊，那简直鲜到能把人的舌头掀掉啊！这个不知少爷何时准备投入使用啊？不急，新东西出来，怎么能平平无奇的上去呢？对，按照少爷的一贯做法，上的声势浩大，要么上的惊天动地。福伯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？福伯，听说靖王最近巡视淮南，他可是老饕啊，要是能……你说什么？靖王？喂，我们觉得酒楼只是靠4种名酒出名，未免名不副实。我们来比一场如何？你们？对，我们，整个淮南叫得上号的酒楼东家。飞鸿酒楼已经被人忌惮至此了吗？那你们想怎么比？酒楼就该以菜肴为主，酒水终究是小道，上不得台面。恰逢靖王巡视淮南，我们在你这儿设宴比拼菜肴，请靖王作评，如何？正愁没台子呢，这就有人搭起来了。这毕竟是这么多酒楼联合起来，小心有计呀。好，就听赵东家所说。本王初到淮南，便听闻如此有趣的比试，就是不邀我这个老饕，也是要过来凑凑热闹的啊！王爷能大驾光临，真是让酒楼蓬荜生辉啊！多说无用，既然是菜肴比拼，我们就在菜上见真章。这是宫廷御菜，他们莫不是有御厨坐镇？隔这么远都能闻得到鲜味，这模样怕不是御菜之首百鸟朝凤。我以前都只是听说过，不曾想竟然还能得意一见。这腾龙酒楼到底是有底蕴的。这道菜，敢问厨师何在？王爷，孙大厨，孙大厨，本王以前在宫里可没少吃你做的菜啊，确实有几分想念。来，这就尝尝。真是御厨啊！百鸟朝凤据传闻可是引得异象的御菜之首，我们如何有机会赢？御厨做御菜，又请了皇室做评委，这一套是冲着必赢来的呀。可惜了，偏偏是靖王这个老饕，味道跟以前一样。孙大厨手艺不减当年呐！大厨，好手艺，这下我们赢定了。也不一定。大厨何出此言呢？靖王素来对您的手艺很满意，一向吃得惯呢。坏就坏在
哪怕是御菜，王爷也已经吃惯了。这是何物？这是鸡汤和红烧肉。汤采用了飞鸿酒楼的秘制技法，在保留清澈的同时，不损其鲜美。肉乃豚肉，同样秘制而成，肉质鲜美，肥而不腻，满口余香。豚肉低贱，怎么能盛给王爷吃啊？这豚肉怎么做都有股怪味儿，那么多肥肉，不腻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？你这分明就是对王爷不敬！我呈上美味佳肴，何来不敬？佳肴？就你这清汤寡水、低贱豚肉，王爷怕不是都难以下咽？哎，此言有失偏颇。入嘴的东西还没尝，你怎么就替本王难以下咽上了？是草民妄言，草民知罪。看着寡淡，但其鲜美丝毫不逊于百鸟朝凤啊！那红烧肉更是一绝。你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真的是满口生香啊！本王这20多年来，从未尝过这样的味道啊！王爷过奖了。虽然各有千秋，但顾东家用寻常的东西，却能做出此等美味。今日盼顾东家胜，尔等可有异议啊？没异议，没异议。我输了。少爷，从那日比试结束后，各家掌柜就一直想见您，如今已经3日了，他们今儿已经在包厢里等着。少爷，见还是不见？原来已经晾了他们3天了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这顾东家怎么忽然愿意见我们了？无非是怕了我们，我们毕竟有御厨，联合起来也能分得不少生意。怕了还会晾我们3天？如今仰人鼻息的是我们。对不住了各位，这节日啊，酒楼人多事忙，让各位久等了。哪里，顾东家，上座。顾东家，我们今日啊也是想把话说明白。如今啊，几家生意都要做不下去了，这么多伙计，几十年的基业，你得给我们留条活路啊！那刘掌柜的意思是？我们想从你手里啊买当日几道菜的秘方，不知顾东家是否愿意？这是人家安身立命的东西，怎么可能？可以啊！什么？这都可以？当然可以，但要每家1000两纹银。这价钱啊实在不贵，甚至啊还有点便宜了。顾东家，可否有其他条件？没错，只有2个条件。东家请讲。我要你们每家酒楼的牌匾都改为飞鸿酒楼。这飞鸿酒楼？顾东家，可否换个条件？怎么，这第1个条件就不答应？看来诸位心意不成，那就不必再谈了。顾东家，莫要如此，莫要如此，请坐。不是我等不肯，实在是祖训难违啊！这改牌匾实在有些大逆不道了。那我也退一步，你们可以保留各自酒楼的名称，但需要在名称前面加上飞鸿2字。就比如刘东家的刘记酒楼，便更名为飞鸿刘记分楼。诸位可还能接受？可以。顾东家，第2个条件是，除了这1000两纹银，每家酒楼每月所赚银钱都需要供给飞鸿3成。这3成？顾东家，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吧？顾某句深谋远虑，毫无玩笑之意。你莫不是把我们当成待宰的羔羊，任你欺压不成？什么也不干，白白拿3成，怕不是在白日做梦吧？等你们成了飞鸿分楼，飞鸿的一切都可以在各位酒楼里售卖，包括4种名酒亦可以在飞鸿进货。如何抉择，诸位可以考虑一下。罢了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呀，竟玩不过你。3成，刘记同意。
老刘，你糊涂啊！3成，再不济我们还要御厨呢。对呀。哎，顾东家，怕不是七书都已经准备好了吧？拿出来吧。好。还有我们的份儿呢，我们其余东家还没同意呢。王掌柜啊，王掌柜，不好了，御厨收拾东西去飞鸿了。什么？这……哎，顾东家怕是早就有这一手了吧？不然这3日啊，就只是单纯的晾着各位吗？且马其书，顾某明日就去找郡守盖章，届时诸位就能来飞鸿接收加油秘方，包括酒水那些，我也会提前打好招呼。但诸位也切记飞鸿的规章制度，如果让我发现谁阴奉阳违，败坏飞鸿名声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且过几年，你们就会发现，签了这个，是你们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这刘记酒楼怎么换成飞鸿牛记分楼了？顾东家把这些酒楼全买下来了，我看那些美酒佳肴都在店里卖呢。我刚路过王记，那里也是，听说今儿个10几家酒楼齐齐换牌匾呢。那以后岂不是在哪儿都能吃到飞鸿的菜啦？顾东家此举真是造福淮南啊！以后都不用大老远跑去城中心了。少爷，如今我们酒楼名声大着呢，出门到处都能看见分楼。他们手脚倒是不慢，如今淮南餐饮业也被我垄断了大半，衣食住行，这下一步……车架备好了吗？我要下乡看看。好是好了，可我们都做这么大了，您还下乡干什么？我准备。少爷啊，少爷，有客人来访。是那些掌柜？不是，看模样像是淮南最大的布匹老板。布匹老板，请。是。顾东家，在下姓沈，单名一个贵字。顾东家别来无恙啊。我们之前见过。实不相瞒，淮南诗会上见过东家。东家好文采，沈某着实敬佩。来，请坐。不知沈老板这次来是？我家擅长经商，从来就没有读书的苗子。可我3代单传的儿子考中了举人，但年年会试都是诗文不行。3年了，一家人都指望他能考中进士。望您屈尊教导犬子。可以是可以，但不知沈老板能付出什么代价。顾东家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只要我儿高中，沈某有的必定奉上。沈老板是做布匹生意的，规模如何？沈记布行共21家，遍布淮南，10几家酒楼就可以垄断淮南生意，这沈记怕是也垄断了布匹行业。可售卖成衣啊？多数布匹仅单纯售卖，只有上好的料子才会裁下1-2块，制成成衣，放在店中供人观赏。用华美成衣吸引消费，这商业思维当真不差呀，怪不得能做这么大。这样，若我要审计半数的份子，沈老板，你可答应？东家口气真是不小啊！整个淮南的餐饮生意，居然还没有喂饱吗？沈某知道顾东家不缺钱，但这5成实在太多了，3成，最多3成。这沈贵可以说是相当爱子，5成本来没想着他会答应，3成已经很出人意料了。不过这还不够，不知顾东家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导犬子？5成，我保证，令郎能进前3甲。前3甲？是，但除了5成的份子，我还要1半的审计部行缀上飞鸿的名号。你就不想家里出个前3甲，士农工商，那可是前途无量啊！你真能保证前3甲？这样，我们做一个约定，如今距离来年春闱还有些时日，我会尽力辅佐令郎。如果中了，沈老板履行承诺；如果未中，我分文不取。好。我朝科举分八股、策论以及诗文。八股能刷题，诗文唐诗宋词看过来不会做来也能吟，唯独这个策论，如今交通不便，消息不通，京城政策获悉起来还是有难度的。但沈氏的布行实在叫人眼馋啊，不试试
又怎么能行？少爷，我们还下乡吗？下，那里啊，可是有大宝贝。少爷，你这是在画什么？一种架子，但是可以转动。还有这种东西，这是做什么的？这个啊，是纺织所用，纺织作坊已经差不多完工，马上就能招聘纺织女工了。如今我朝的布料大致分为2种，寻常百姓穿的麻布和富贵人家穿的棉布。等丝绸出来，完全可以挑战棉布的地位。顾少爷，哎，少爷，您先前不是招走了工人吗？这次来还是招工吗？正是。那我这就去叫劳力们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次啊，我招女工，一定要会针线活的妇人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少爷，这是张大婶，力气最大了，有什么活你让她先试一试，免得让别的工人干砸了。这活啊，不需要力气，只要把它养好就行。啊，这是白大虫还没长成的时候。你口中的白大虫也叫蚕，只要你们能将蚕养好，吐丝结茧后，将丝线抽出来织成布，再送到城里售卖，就有工钱，最低50文，做得好的话，1天100文也不成问题。100文？100文？这顶我家男人干3天了。这顾东家也太会找地方了，叫我们好跑，这是不把我们审计部行放在眼里吗？休得胡言！这可是我爹给我找的老师，他的诗才可是传遍淮南，定是仙风道骨般的人物啊！来了。来一块。这与理不合呀！你就是沈贵老板的孩子沈良父。顾老师好，弟子方才无礼，还请见谅。老师可否要考教弟子一二？不必多礼，放轻松。是。你都读过什么书？回老实话，市面上大多数有助于弟子学习的书都读过一些。老师见谅，是弟子读的太少了。错，恰恰是你读的太多。这书是好东西，可不是每一本都是对的。从你刚才进门开始，我就看出来你过于拘谨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过于恪守礼教。礼教不该是言行的枷锁。回老师，弟子不明白，书上的东西怎么会是错的？这书上说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当不折不屈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书上又说，大丈夫生于世，当能屈能伸，留得有用之身，才能行非常之事，是也不是？是。这读书不能读死书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书是参照，不是真理，你可明白？弟子晓得。几日前你从顾东家那里回来，就一直魂不守舍的，他教的不行啊？非也，是我自己理解的不够。这是何物？泗水段马上就要选拔皇商了，首先就是布商，这是我们审计今年的压箱段，不知能不能赢下前季的流云段。听说那是小国的皇家锦段，但凡泗水段稍逊一些，这前季怕是要得意死了。哎，想想都烦。书上说以和为贵，为何两家不能坐下来商谈一下？读书读傻了吧你？审计压了前季这么久，压箱段要是比不过，前季得了势，我们还能落得了好？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原来如此，顾老师果然是大家。父亲，这批泗水段能否让我明天拿去送给顾老师？去吧，听说这顾东家最近也在倒腾布匹，你拿去给他瞧瞧，正好也能彰显我沈家底蕴。这泗水段的成色已经是数1数2的了。这是审计的泗水段，
特意带给老师聊表谢意。泗水段是块好料子，这可是市面上都买不到的压箱段，就这么个评价吗？梁父，正好你家是布商行业出身，为师刚巧要去看作坊的新布，陪为师一起如何？学生自无不可。说是织布，可这里既没有桑麻，也没有棉花，甚至原料都欠缺。这是何物？这个是蚕，我这次的布便是用它吐的丝做原料。蚕丝？正是。如此轻薄之物，如何能用来织布？来。哦，这手感，这顺滑度，简直是极品料子。当真？与我朝市面上的其他料子相比如何？当碾压之。敢问恩师，如此布匹，您打算如何处理？当然是拿到你们审计布行售卖。这么好的料子，直接拿过去卖，正逢皇上选举，恩师，你帮了我审计大忙啊！皇上选举，可这只是半成品料子，如果拿去评比，只怕会误了审计大事。半成品都如此精美，请恩师助我。皇上大选在即，整个淮南都没有比你这半成品更加精美的料子了。罢了，拿去吧，我会叫人加紧赶制成品。皇商大选何时开始？后日。好。沈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钱老板不出声，沈某还真经不起这个手下败将。别死鸭子嘴呀！有本事拿出东西来，跟我这流云段比一比。淮南郡守大人到。见过郡守大人。都坐下吧。布行皇商大选现在开始。行了，选拔不搞这些虚的，把布都呈上来吧。此乃流云段，是一国皇室贡布。诸位大人，请过目。真不愧是皇室贡品，这料子真不错，这触感也如云雾一般。流云段，看着确实美轮美奂，好似云山雾霭，美不胜收啊！下一个。早听闻郡守严苛，原来果真如此。不过再严苛，流云段也当属第一。皇商莫之真叫流云段拿了去，审计还未出场，真有转机也未可知啊！泗水段大家都见过，怎么可能比得上流云段？审计就差你了，把布料呈上来吧。这是？此乃丝绸。丝绸？本官从未听过此名。这触感冰凉，又轻薄如纸。不错。不愧是郡守大人都看好的料子，难得的好锦缎啊！这种布料若是制成衣物，即使夏日炎炎，也别有一番舒适啊！如此好的锦缎，审计怕是颇费了一段功夫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审计最好的不是泗水段吗？诸位都看看吧，此丝绸可能媲美流云段。以我等之见，确实胜流云段一筹啊！可流云段重在染色，穿在身上气质斐然，金布纯属素白，哪有半分颜色？就闻郡守大人严苛公允，自古以来不含皇商选拔，哪有只看布料不看染色的？本郡守宣布，今日不含皇商选拔，以前继流云段。且慢！沈老板走得急。这上次的丝绸没带上就走，这冰纹丝绸才是审计要参选的料子。顾东家，你来了。老师，既如此，
就拿过来吧。哇！这通体冰蓝上面还有暗纹呢。这雪峰跟雄关莫不是牙鱼山与玉门关？这惟妙惟肖的牙鱼雪山图跟冰凉柔顺的料子简直太般配了。这当真是1等1的东西啊！钱通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。此次皇商选拔是前继部行略逊丝绸一筹，我钱通认栽。审计新部，我也叹服。沈老板能造出如此布匹，真乃我朝幸事。哪里，诸位谬赞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我承认这丝绸比流云缎好，可这东西真是你审计部行的？钱老板说的不错，这布匹确实是顾东家所造，可等明年春闱之后，这丝绸就是我审计的了。此话怎讲？还是顾东家来讲吧。我与沈老板曾有赌约。也就是说，若沈贵之子能得了前3甲，5成的审计部行都要改姓飞鸿。这丝绸是暂时放在审计店里售卖的。正是。这可是1半的铺子，沈老板真是舍得。士农工商一个金榜的前3甲，还有这精美的布匹，你换不换啊？换！想必顾东家敢做出如此赌约，定然是有信心的。上次淮南诗会之后，大伙背地里都叫顾东家淮南诗君呢。没想到诗君涉及如此广泛。安静！现在是部行皇商选拔，目前主要的争议在于把皇商颁给审计，还是顾东家？没错。顾某初入布匹市场，若是颁为皇商，怕是难当大任。但丝绸确为东家所造，这样吧，且让你飞鸿与审计共享皇商，审计出钱出力，顾东家出方子，合伙来卖皇商的名头给审计，但银钱平分。2年之后，若顾东家完成赌约，皇商便彻底划在顾东家名下。诸位可有异议？我等无异议。完成赌约，皇商便划在我名下，这帮了审计，倒是帮出来个意外之喜啊！我们的作坊以后就叫南山作坊了吗？没错，既然作坊有了名字，那这处宅子就叫南山居吧。还起了名字，少爷这是想在村里常待吗？已经晚秋了，继续留在这里，怕是会有些冷啊。冷？那这样的话，酒楼的生意岂不是会差很多呀？每每严寒，确实会少上3-4成，这就是酒楼常态。各个掌柜怕是已经都习惯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此物确实可以提上日程。这个东西看着怕是不好造啊。这样，你去找村长，让他再找些人来，最好是有经验的铁匠。咱们南山居即使不造的，也有用到他们的地方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少爷，现在都快入冬了，以前呢，这帮打铁的伙计还能打农具，现如今没活干了，正好您需要，他们一个不落，全都到了。好，来，各位传着看一下，这上面的零件，你们能不能铸造？我们打的都是大家伙，这可是闻所未闻呐。少爷，这种东西精细太过，可有样品让我们看看？是啊，这无样品，少爷不如找陈家工匠坊打个样。他家工匠可是闻名江淮2郡。陈家，陈万安，可这东西不好泄露，如何叫他保密呢？老师，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没。其实也有些事情。好，诸位先回吧。不过诸位放心啊，你们依旧是我南山作坊的工人，会给你们安排事情做的。好，告辞。弟子打扰老师了。无妨。你急急忙忙过来是什么事？赌约的事情被传出去了。另外有2位老板找上我父亲，想让我父亲引荐，让他们的孩子也与老师一起学习。哪2位？工匠铺陈万安陈老板，以及淮南最大粮商周老板。老师若是觉得冒犯，我这就与我父亲说明。不用，伤者逐利，谁也不能免俗。你替我
约他们一个时间，正好我有事要找他们。工匠铺和粮商，是我刚刚看到这些人跟他们有关吗？不是，是跟飞鸿酒楼有关，说不定你马上就能吃到飞鸿酒楼送上门的菜肴了。真的？可是现在马上要入冬了，淮南又不小，这样的话会不会太耗费人力了？师君，是顾某来晚了，来坐。哪里啊，顾师君多礼了。是啊，今日我们也是有幸得到师君的邀请啊。哎，你们过奖了，师君实在是有些夸大，小才罢了。哎呀，顾师君客气了，能打下那样的赌约，怎么能说是小才呢？这次来，我也是想请师君指条明路，给我儿一个机会。是啊，若是今后师君有用得上我等的，还请您尽管开口啊。听闻陈家功法闻名淮南，不知这东西可能造？哦，这图纸竟如此精密，究竟是谁画的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这东西好啊。看着工艺复杂，得让工匠坊顶尖的几个老师傅看看才行。我能带回去吗？自然是可以，但是这图纸我不希望还有别人知道。哎，放心，此等精械，必然明白它的重要性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好给我们这个师傅开个眼。告辞，告辞。师君今后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吗？沈老板，你可是淮南最大的粮商，只是用你的话，还需要等些时候。来，若真是如此，那周某便提前拜谢师君的大恩了。客气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听工匠坊的陈老板说，老师傅们看见了以后格外感兴趣，没日没夜几天就报废了几十条链子，这才赶出来的。我已经将南山工坊的铁匠们送出去学习了，相信过不了几日就可以组装，然后量产。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。您是想问今儿个第一天来听学的公子们，他们还没到呢？不是，我是想问你，上次种的实验水稻怎么样了？少爷料事如神，那几种稻种啊，杂交之后确实产出了产量惊人又抗倒伏的种子。那就，定是公子他们来了。今儿个天冷了，怕是他们吃了不少苦啊。学生见过老师。不必多礼，你们两个是心甘情愿拜我为师。是，学生自淮南师会后一直仰慕师君。你是工匠坊陈万安之子？是，楚哥出身淮南，可一直长在江南郡，未曾见过师君圣明。敢问师君可否当场作诗一首，让楚哥信服？那就请楚哥出题吧。我出题？我从江南回淮南时，路过淮河边，看见一老者穿着蓑衣在雪中垂钓，便以他为题吧。老者在雪中垂钓，有了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觅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妙哉妙哉！我父亲叫我过来，当真是最正确的决定。老师不负师君之名，在江淮两郡绝对是独一份。这不是那精密图纸上师傅们日夜赶制的东西吗？莫非这图纸也是师君画的？正是。师君全才，是楚哥冒犯了，请师君见谅。楚哥愿意跟着师君学习为官之道。哦，你要做官是为了什么？做官就是为了踏上仕途大道，为圣上分忧。可世代为官者比比皆是，圣上忧心的是梭翁般的穷苦百姓，可这种百姓比比皆是，那些为官者做不到，你就可以。那我们拼命为官是为了什么？我辈读书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淮南真是出了个大人物，这师君当真是厉害。那是当然，
听说沈季能上任皇商的丝绸，也是出于师君之手，全才，简直就是全才啊！啊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哦，在想你刚才说的全才，除了丝绸，老师的南山工坊似乎还设立铁具和农事，老师高瞻远瞩，似乎在贯彻自己的理念。走吧。行。福伯，快把红烧肉给我端上来，饿死了。少爷辛苦了。那几位公子也是好学的，走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呢。这2日辛苦少爷了。他们呀，能听进去就行。对了，你明天再去陈记工坊看看进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道种也给我送一份。纺织坊的女工们也日渐熟练，若是人手不足的话，少爷，您不饿了？就是再忙，也总还有明天吧。都这么晚了，歇歇脑子吧。好。少爷，成了！那工匠坊传来消息，那车造出来了。起去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好。这少爷当的比我都累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车，怎么瞅着比那个牛车、马车、驴车看着单薄？能骑吗？这个呀，叫自行车。孙师傅，这个造成之后试骑过吗？还没呢，想着等您来了再试。好。就由我来试骑。少爷还没有试过，少爷不可呀。这不如从铁匠里找人吧，好歹对结构原理熟悉些。自行车这东西，没人比我熟了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东西又不高，摔了也没什么大碍。少爷小心啊！成了，能骑。南山工坊锻造坊，每个工人工钱上涨1成。明且这自行车就开始量产。好。这天气这么冷，这破天气啊，就算生意再好，客人也要减半。每年冬天都这样，还没习惯吗？可是自从加入了飞鸿，生意每天都这么红火，忽然这样，你就没点落差？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顾东家固然神通广大，这个他解决不了的。诸位顾东家，自从我们加入飞鸿，每个月都要开一次股东大会，不知今日又要商讨何事啊？今日前来啊，主要给大家送点东西。究竟是何物，竟劳烦顾东家亲自送来？在给你们之前啊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：近几日天气严寒，诸位生意如何？托东家福，生意尚可。说实话，不瞒东家，天气寒冷，客人确实比之前少了许多。我们呢也想过补救的办法，却不见成效。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我的法子。福伯，把自行车推进来。这，顾东家，这大铁架子是做什么用的？此物竟能解决冬天客人少的问题？咱们开酒楼的最重要的是把饭菜卖出去。如果有人能把饭菜送到他们家里，他们还能不吃？把饭菜送到他们家里，这么冷的天儿，送到都凉了吧？有了它，能节省5-6倍的时间，再裹上棉被，冷不了。顾东家，这自行车有多少？这自行车吧，生产工艺复杂，这10来天也才产了100余辆。这自行车能否卖给我刘家分店？庄记也想分一杯羹。给我们其他几家也留点啊。顾东家的意思是，这自行车呀，只借不卖。借？你们每个酒楼都能借上一定的份额，但是呢，要交押金。总店每个月都会派人下来检查，如果有损坏或者丢失，押金就要扣掉。所有契约今日签，明日飞鸿旗下所有酒楼统一听我调遣。诸位可有问题？听从顾东家调遣。有时候只要一个晚上，世界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比如今晚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怎么骑着铁疙瘩还能跑这么快？闻起来还有饭香呢，是飞鸿的饭菜。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外卖，飞鸿新推出的，人在家里就能把饭菜送上门呢。哦。少爷，我们有外卖的消息已经传遍淮南了，听几位掌柜说，点餐的翻了几倍呢。很好。少爷是有什么心事儿？这是我们上次杂交成功的稻谷。是，前几天风雪不停，也不知道实验的怎么样了。
罢了，与其在这想，不如去看一看。这2日正冷呢，不如再等几天。冷才能体现它的特性。傅伯，你年纪大了，不用跟我去，我自己去。我们又不是参加粮商大选，这么费功夫做什么？粮商大选快到了。我们又不是参加粮商大选，这么费功夫做什么？粮商大选快到了。对呀，少爷，之前啊，皇上选拔是部商先选，其他的都陆续进行。再过2天就轮到粮商了。淮南最大的粮商就是周老板，听说最近风雪天损失惨重，周老板正发愁呢。愁？那估计也愁不了多久。少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先去乡下，如果那个周老板来找我的话，你让他去我的实验田找我。少爷是如何断定周老板会来找他呢？莫非少爷也和周老板有交易？这是之前少爷让我实验的东西，我带着他们实验了10几次，终于啊，这批水稻能在雪里活下来了。之前的是种一次死一次，但是这一次它活下来了。好啊，能活下来就是希望。听说上面正在选拔粮商，您带着他们去，说不定可以拿下粮商呢。粮商那也得看手里的余粮，我可没那么多余粮。顾东家，哎呀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我虽然没有，但是有的已经来了。周老板，别来无恙。看来周老板已经按照我上次所说的做了。听闻周老板有意竞选粮商，奈何快到冬日，损失不小。如今我正派人研究抗风雪、抗倒伏且产量高的稻种，不知周老板可有兴趣？这可不容易啊！与我争抢的几家至今没有这种稻谷啊！若是问世，那必定会冲击现有的粮食市场。周老板若是信我，尽管在临近选拔时放出消息，说你正为稻谷焦头烂额，压得越狠，粮商选拔时才会越出彩，左右老板不会亏，为什么不赌一把？好，我信东家。顾东家，你快别开玩笑了！你说叫我演戏焦头烂额，可是今年冬天的雪来得太突然了，我现在真的是焦头烂额呀！周老板，先别着急，且看，这是什么？这能在冬天成活的水稻，真的被你研究出来了？我呀，只出了点子，还是村长他们日以继夜的研究，这才成功的，功不在我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要不是因为少爷的点子，我们就算是种一辈子地，也不能种出来啊！顾东家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若是明年春闱我儿未能高中，我周家也会给顾东家继承的粮食。周老板，你还是先考虑粮商大选吧，这东西暂且就算我卖与周老板的。至于明年春闱，我还是按照我的承诺，若令郎未能高中，顾某分文不取。那好，那太好了。少爷，我们先告辞了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叫少爷不爱惜身体，下了趟乡竟是病的回来的，现在还要继续写字。这可不是在写字，我呀，这是在写书。书？少爷还会写书？我是不会，但是我过目不忘，写出来一本《三国演义》还不是很快。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我需要一本比酒、比布、比稻传播得更快的东西，来打响飞鸿的名声。少爷，公子们来了。好，请他们进来。老师，您病了，近日天寒，怕是冻着了，可请了医师？请了，说是要静养，不宜操劳。可少爷不听医嘱，喝了药该休息了，还要写书。写书？什么书啊？好漂亮的字啊！老师是打算出书吗？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，左右眼下的事都解决了，可以叫福伯扩大版图了。敢问老师，能否借手稿一看？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春闱离年关差的可不多。你这个时候看老师写的书，到时候别无心读书了。既然老师病了，需要静养，我们也就不多叨扰。等老师好些了，我们再来拜会。福伯，少爷，淮南可有快要做不下去的书铺？有倒是有，
少爷是想卖些自己写作的诗作？不，我呀，要卖画本。画本？少爷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春闱在即，文人公子们现在都在忙着读圣贤书、诗歌集，这爱看画本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啊。这样，且先收购一家，便是真的无人问津，我们损失也不大。那倒也是，我这就着手去办。去吧。正好这几天病着，也干不了其他事，就把《三国演义》给写下来吧。少爷，说好的好好休息呢，福伯也净跟着你胡闹。哎，这可不是胡闹，这是扩大我们的商业版图。对不住诸位，对不住诸位，今天卖完了，请诸位改日再来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今天才拿出来？不愧是飞鸿出的画本，看得痛快。飞鸿还有分店吗？感谢诸位喜欢，书铺暂无分店。那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如何？少爷，卖完了！没想到画本居然这么快都卖完了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有一个消息递来，有其他掌柜说这个书啊，能不能放到他们书铺去卖？几家书铺来问？5家，已经有5家了。太少，先继续卖着吧。少爷莫非在盘算着什么？诸位来得挺齐啊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顾东家一条条消息往外传，不就是等着我们来找您吗？飞鸿是可以开分店不假，可是也要消耗不少人力物力。有我们这些现成的人在，何必呢？那二位掌柜的意思是？我们想，不如飞鸿把我们30几家一起给并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们看上飞鸿的什么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比如说，渠道，淮南30多家书铺，你们不止在淮南卖书吧？自然也是会卖到临近各县。那就好，我要你们做的就是把《三国演义》卖到其余郡县，最好能卖到京城。只要你们做得到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印刷出版权随你们拿去。不仅如此，每一页最新写的稿子也会及时送到各位府上。顾东家，我们能力也有限。放心，我没权指望你们，自然还有其他郡县书铺商贾，只要你们尽快的把书卖往其他郡县，后面我还有其他计划，暂时不可外泄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这银子嘛，少不了你们的。是，合作愉快。现在距离其他书铺并入飞鸿已经1个月了，也不知道少爷交代他们的事情现在完成的怎么样。书铺的股东大会马上开始了，一会儿不就知道了。这个月《三国演义》的手稿都在这里了，你们都说说发展的怎么样了？回东家的话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并未过多注重钱财，只是一味的扩展渠道，眼瞅着再有几日就扩展到京城。只是渠道虽然扩展了过去，可书怕是难以运过去。这是什么话？渠道过去了，东西过不去？东家息怒，这事儿还真不怪我。江淮和周边地区还好，只是江淮到京都的路上盗匪横行，以至于咱们的货物时常被劫。这样，此事我自会处理。你们只管做好分内之事。年关将至，过节之前务必把渠道扩展至京都。好。少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盗匪横行啊！这有劫东西的，自然也有保护东西的。少爷的意思是，这附近有没有信誉很好，但是快要开不下去的镖？我倒听说过，是有一家叫红旗镖局。之所以之前我没跟少爷说这些，是他们身为淮南第1镖局，1个月前却走丢了镖。现在啊，声名大跌。我听说现在很多镖局啊，都跟他家打擂台，想争下第1镖局的位置。好，就红旗镖局。妹妹，都是哥哥对不起你啊！要不是走丢那场镖，镖局也不会沦落到这般田地。不用想那么多，那场镖本来就有蹊跷，依我看，就是其他镖局联合起来做的戏，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得到消息？晚上走的镖，
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，还带人来打擂台。哎，现如今找我们打擂台的镖局越来越多了，偏偏我们还没有生意，只能耗在这种事上。打就打，打到他们头破血流，叫他们觊觎第一镖局的位置。你呀，林镖头在吗？好呀，又一个打擂的。哥哥，你放着我来，看我不打死他。嘿。少爷，不好，无命休矣！喂，慢着！哎呀，你这毛毛躁躁的性子，以后怎么管理镖局？少爷，没事吧？不碍事。这位小兄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最近来镖局找茬的人有点多，我妹妹有些过激了，没伤到你吧？对不起。无碍，不愧是淮南第一镖局的镖头，实在是好身手，及时拦下了这位女侠。小兄弟说笑了，现如今这生意冷清，这第一镖局的名头不日就要让人了。哦，生意冷清，巧了，我今日就是来谈生意的。哦，既是谈生意，小兄弟快坐下说话。好，请。不知这位小兄弟如何称呼，又想谈什么生意？我姓顾，来镖局自然是谈走镖的生意。这次我想走一批书。书是珍藏绝版，亦或是名家大作？都不是，是一批画本。画本？你莫不是看我们红旗镖没落，来开我们玩笑的吧？非也，休得无礼。这位顾公子，可否再详细说说？我没有跟林镖头开玩笑，我的画本在运输途中经常遭到沿途盗匪劫掠。此次来红旗镖局，我想请贵红旗镖局这边能保证我90%的队伍安全到达目的地。90%？顾公子有多少队伍？没有细算，大概100来支还是有的。100来支，以往就是半年也接不到这么多的活啊！别怪我冒昧，这银钱可是不小的数目。我家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林镖头，报个价吧。这走镖的行情价都是以距离划分，100里以内10两，200里以内20两，以此类推。不知顾公子想雇佣我们镖局多长时间？给飞鸿做事辛苦些，不能按行情价了。这样，价钱给你们翻1倍，时间嘛，至少得1年半载。当然，我开出这个价格是有要求的，就是希望红旗镖局能换个名头。不可能，没了红旗的名头，我们还怎么混？哎，飞燕，顾公子，这换名头可是要改成飞鸿红旗镖局。从您提到飞鸿的时候，我就大概明白了，您就是飞鸿的顾东家吧？敢问这走镖的画本，可是最近闻名淮南的《三国演义》？正是。好，这活红旗镖局不，飞鸿红旗镖局接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各位，今日是飞鸿第一次召开全体股东大会，往后啊，诸位也算是飞鸿股东的一员了。今天叫诸位前来啊，主要是宣布一下飞鸿今后的发展路线。今天呢，总共有3件事情。这第一件事啊，飞鸿书铺与红旗镖局正式合并，更名为飞鸿快递。不过，这只是我们的内部称谓，代表你们是一个部门，专司货物运营，在外面想怎么叫怎么叫。诸位可有异议？并无异议。这些日子书铺跟镖局的合作很愉快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第2件事。往后我将不再印刷《三国演义》画本。东家三思啊！现如今《三国演义》火遍大前，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尤为可观啊！是啊，以至于各区县的渠道都是靠它打通。这时候停笔，殊为不智啊！不错，若《三国演义》停写，那些书商很可能终止合作。好了，我说的是停印，不是停笔。从今以后，开始发售报纸，名曰《飞鸿日报》。报纸分为3个板块，分别是画本、诗集和珍藏。至于画本栏目的话，我会每日写一回《三国演义》，刊登在画本栏目上。至于诗集的话，就先刊登我的个人诗集，日后我自会向其余诗词大家邀稿。至于珍藏板块，则用来宣传飞鸿的上乘商品。诸君可有异议？虽然卖书跟卖报纸看着差不多，可是报纸若大火，顾东家和飞鸿的东西都会火遍大前啊！是啊，东家高瞻远瞩，
我等着实佩服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说第3件事。自今日起，飞鸿将建立珍宝阁，尔等在各个领域若有上等珍品，皆可申请入阁。凡入阁商品会在飞鸿日报的珍藏板块加以宣传。本地客人购买的话，你们只需要供货即可；外地客人通过报纸购买的话，则需要由快递部门负责。诸君可有异议？无异议，无异议。冰纹丝绸供给皇室，可我审计还有柔云绸、流光绸，都是1等1的好料子。审计申请入阁。飞鸿酒铺的4大佳酿也申请入阁。我周记粮铺前阵子刚出了新的糯米种子，我也申请。好，大家都有机会。想申请入阁的，一会儿到福伯那里去申请，之后自有人进行评估。尔等可有异议？无异议，无异议，无异议。好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。林镖头留一下，各位都散了吧。林镖头，你是负责京都货运是吧？你下次去京都时，帮我搜集一下朝廷3年来颁布的政令，编撰成册，通过渠道送过来。好，明白。有劳了。顾师君，孩子们不日便要进京，这段时间麻烦您了。可是飞鸿事务繁多，顾师君还要抽时间给这帮孩子们上课呀。我前不久得了一壶上等的药酒，顾师君尝尝。好了好了，莫要如此。他们是我的学生，老师给学生授课，天经地义的事嘛。况且咱们有约定，我怎么能违约呢？那顾师君，您觉得他们这次春闱有希望吗？希望很大。你们放心吧。臭小子，还愣着做甚？还不赶紧拜别师恩，随着为父进京赶考。快呀，拜别恩师啊！学生拜谢恩师，传道授业解惑之恩。此去经年，还望恩师保重身体，以待来年相见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吧，啰嗦死了。学生告退。告辞。启禀陛下，前些时候微臣担任春闱主考官，统筹多方事宜。现如今春闱已过，考生们的试卷也都忙审完毕，还请您批阅。把试卷呈上来。放肆！前3甲全部出身南方，且皆是淮南郡人，八股策论诗词，竟然如此相似，如此徇私舞弊，胡言胡爱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臣出身北方，上至师承，下至弟子，皆无淮南郡人，臣没有舞弊，不如陛下开张圣听，宣这3人上前对质，好给天下考生一个交代。臣附议。准。沈良父、周仁、陈楚哥何在？他们在。请让他们随我去圣上面前走一遭。敢问这是？跟春闱有关。面圣？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情况，那这是不是代表？难道他们中了？快！你们就是这次春闱的前3甲。前3甲？原来你们不知道，那你们的试卷怎么如此相似？回禀陛下，我们3人皆是顾师君门徒，有所相像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好，八股和诗文尚能解释，就是这策论，你们写的都是镇北王御敌之法，这你们要如何解释？陛下可听过《三国演义》？这策论之法是顾师君用《三国演义》的书货渠道送了大前近3年的政令给我们学习，还叮嘱说将军侯兵法奇幻不能复刻，叫我们多看镇北王兴兵布阵。淮南师君听起来倒是个奇人呢。启禀陛下，
若是淮南师君就说得通了。您之前大家赞赏的将进酒，就是出自他之手。原来是他呀！罢了，都下去吧。好，胡爱卿，你去看着金榜张贴，不要出什么乱子。退朝。陛下是对这位顾师君感兴趣？感兴趣？何止是感兴趣，朕倒要看看这位名满淮南、日报都传到京城的奇才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吩咐下去，太子监国，朕要微服私访。诺。哎呀，中了，我们中了啊！我们3个可是前3甲呢。前3甲，那可是前3甲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有脸回去见恩师了。前3甲，我们是祖宗冒青烟了。是啊，爹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把这个惊喜告诉恩师了。不可，就怕圣上找你没有事。如今金榜还没下来，万万不能操之过急啊！对，这样，我和你周伯父先回去，陈伯父留在这里照应你们。是啊，好吧，那您回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把这个惊喜告诉恩师。好，我就算是忘记自己姓什么，也不会忘记这个的。哼，瞧瞧这淮南，处处好风光啊！这飞鸿的产业也是遍地都是。那，你看这自行车，这是连京城都没有的东西啊！顾北川呐，顾北川，朕我越来越期待了。左右已经到淮南了，想见他还不容易吗？就是在京城，也是陛下一张圣旨的事儿。出门在外叫黄老板，如此奇才总是有脾气的，强求没甚意思。黄老板，前面围了许多人，还有路人在喊顾师君的名字，许是他就在那边。哦，快去请顾师君过来。哎呦，顾师君，久仰。先生，久仰。顾师君，请坐。请。鄙人姓黄，乃是外地商贾初到淮南，早就听闻师君大才，今日有幸跟师君请教。瞧这人气度非凡，身后随从也不俗，口音还是京都口音，是哪位大人物隐姓埋名？感谢先生抬爱，顾某便以两岸春色为题作诗一首，赠与先生，如何？好。胜日寻芳泗水边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好，师君真乃大才呀！不知师君能否以这垂柳为题，再作一首啊？好，既然贵客至此，又岂能扫了兴致？这垂柳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美啊！此诗名为《咏柳》。哦，咏柳，淮南柳。早就听说顾师君大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黄老板见笑了，听黄老板口音是京都人士。不错。顾师君想说什么？但说无妨。也没什么大事，算算时间，春闱也该结束了。鄙人不才，教了3个学生，也不知道金榜放榜情况如何，心想问问黄老板，却思及金榜怕是没有放出来，这才住口。师君真是多虑了，以师君之大才，就算你的学生揽进前3甲，也不为奇呀。先生谬赞了。师君之文采大有建树，而且师君在行商上也独具慧眼，在这淮南遍地都是你的飞鸿产业，而且你这飞鸿日报已经传到京都，
京都的学子们对你的那个《三国演义》爱不释手啊！一点小伎俩罢了，不值一提。师君有一座南山工坊，老夫正打算涉猎这方面的领域，可否让老夫一观？这位老板还想看工坊，他真的有打算涉猎吗？黄老板是打算入股？黄老板是打算入股？入股是为何意？是说以资金、技术或者固定资产参与飞鸿运营，您是属于哪一种？妈呀！这里有问皇帝要不要入股，我疯了还是他疯了？师君也知道，我等来自京都，对你的助力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至于这入股嘛，等我们参观过你的南山工坊之后再谈入股如何？当然可以了，不如就现在，我亲自带黄老板看一看。啊，请。这工人们看见东家都不行礼的吗？这工人们看见东家都不行礼的吗？那不是耽误做工吗？况且顾东家亲口说过，他来巡视，除非特意叫停，否则大家继续做工，不必理会，有部长过来就行了。那您是？我就是纺织部部长。东家，这次过来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事。贵客到访，带他们来工坊转转，你去忙吧。哦，那东家您先忙，我也去忙了。这些女工着实不错呀，而丝绸出自他们之手，也着实叫我惊讶。黄老板，接下来是锻造部，请吧。请。哈哈，淮南大街小巷的自行车就是出自这里？没错，正是这里。不过你看到的这些啊，都是初代的，现在生产的这些啊，更轻便、更快。更快？哎呀，好啊！哎，听说还有淮南的粮商、皇商选拔，也有你的功劳在里面。走，带我去看看去。功劳不敢当，我只是提供了思路。玉帚还是实验田的农夫们辛苦培育出来的。东家，成功了！二代种子成功了！每年亩产500公斤。果真，我就是骗谁也不能骗我们顾东家这样的好人呐，那是要遭天谴的。去忙吧。好。顾师君实乃大才呀！不知黄老板入股一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嘛，我看时辰不早了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飞鸿酒楼美名远扬，不如我们去酒楼如何呀？没有问题，我这就差人啊，将最好的包厢给您留着。请。听说这红烧肉乃是顾世君所创菜，这名声都已经传到京都了，奈何东施效颦，我还没有尝到味道不错的。那今天一定要好好尝尝。论味道，整个大前没有比飞鸿还正宗的。不愧是红烧肉，不愧是飞鸿酒楼，不愧是顾大家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要单独跟顾大家聊聊。这老爷当真要一个人与顾师君谈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替我聊不成？奴才不敢。黄老板，您恐怕是身份不菲吧？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顾大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淮南发展得如此繁华富裕，我看呐，顾大家才是不菲之人吧？过奖了。银钱从商贾流通至工人，再从工人流到商户，次数多了，消费多了，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。妙哉！以顾大家的才能，为何不到京都做生意呢？毕竟是大钱中心，民生经济
都比淮南强上不少。顾某一介草莽，无权无势，到京都那边的话，只怕会沦为其他商贾的口粮罢了。哦，那顾大家就甘心蜗居于此吗？不甘心，是以顾某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壮大的机会，一个爬到高处让别人看到的机会。诗文是梯子，这飞鸿也是梯子。我赌，我顾北川还是会有人看见的。所以黄老板，可否入股？好，我入股。不过，不是我看中了你的飞鸿，而是看中了你。感谢黄老板抬爱。那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，能否告知顾某您的身份？老夫正阳侯是也。草民见过正阳侯。哎，既然是合作伙伴，不必多礼。你问我身份，想必不是好奇，是有所打算吧？正阳侯居然是正阳侯，这可是除了镇北王之外，当朝天子最信任的臣子了。侯爷说的是，草民看中的是您在京都的名声。哼，你的胃口好大。胃口不大，怎么把生意做到京城？胃口不大可不行。日后飞鸿的生意做去京都，到时便以侯爷的名义进行。若出了什么事，还请侯爷出面摆平。哼哼，好，一言为定。好。好，顾世君，我便在京都等你。北川定不负侯爷厚望。请。陛下看起来很喜欢这个顾时君呐。这顾时君的确让人喜欢，不负盛名。哦，对了，回宫之后立刻派人到正阳侯府，告诉他，朕借他的名义与这顾时君达成同盟，让他日后在京都见到他，给他行个方便。陛下这个方便，谁敢不从啊？您就是他顾时君最大的方便。哎呀，傅伯，你派人通知各个府上，于明日召开第2次股东大会，一定要务必到达。这跟刚才那位黄老板有关吗？何止是有关呀，关系大了。快去吧。好。顾大家，顾大家，消息出来了，中了！3人均是前3甲呀！当真？真的！圣上召他们去了金銮殿，金榜这2日就下来。3人，正好是前3甲。是啊，我是连夜赶回来递消息的。这话怎么感觉谁跟我说过？正阳侯，许是金銮殿上他也在场吧？很好，如今啊，我也要去京都，不日就能见到我那3位弟子了。京都？不知这次顾东家叫我们来，所为何事？听说东家想要去京都发展。东家这是要走了吗？确有此事。东家，京都就是一个随便找个人多的地方，一砖拍下去就砸出5个拳头，这种地方毫无根基，不好发展啊。这个呀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把飞鸿给我管理好。如果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，随时可传信来问我。东家放心，大伙儿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之前做的赌约上的铺子，也做个统筹。东家放心，我等绝不食言，定会让东家看着飞鸿的匾额，风风光光的挂上去。好，诸位，山高路远，咱们来日再见。保重，保重。